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认识一下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咨询师周晓彤。爱情需要用心感受，好的爱情保鲜需要用心学习。大家好，我是董卫兵律师。那么我将从法律的视角给大家去解读爱情里的是非曲直，守护每一份真挚的情感。大家好，我是莎娜。我们老说呀，越成熟好像越难爱上一个人，其实不是的，是我们越成熟越能分辨这到底是不是爱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。爱一个人就是你尽力而为，但仍觉亏欠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阳。在爱情的命题里，心动从来都不是答案，心安才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两组嘉宾，来，掌声有请他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文先生，33岁，来自湖南，个体；陈女士，32岁，来自湖南，个体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的感情面临最大困境是什么？他现在当老板了，飘了，觉得搞事业比陪伴孩子更重要，想把我一个人赶回老家，他好在外面潇洒。我俩天天吵，他想怎样就怎样，放心不下孩子，对我也不放心。我在外打拼，他觉得我在享福。你们参加节目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各位老师劝劝他，和我一起回老家创业。如果钱挣到了，家散了，我觉得不值得。目前我是不能放弃事业的，我想让他做出妥协，顾虑不要太多，不能既要又要还要。哎呦，要做妥协，不能既要又要还要。那咱们就说说这个既要的是啥，又要的是啥，还要的是啥？你们两个人结婚多长时间了？我们俩结婚的话已经有10多年了，大概11年左右。有几个娃？2个娃。2个娃，2个娃现在都在广州吗？没有，在老家，在湖南上学，大的已经上初1了嘛，小的上2年级。陈女士，你是一直跟着他在广州创业，还是说后来又去的广州？大概是2年之前嘛，我才来到广州这边。那之前的话呢，因为我全职妈妈嘛，有一次就是晚上的时候，我不是在家里带小孩嘛，那小孩的话可能就是有时候他会想自己的父亲嘛，我们就是打视频啊、微信啊，打了差不多有10多个，就是他一直没接。但是后面的话呢，我也想着再打几个嘛，后面是有人接了，但是是一个女的啊，我就问她，我说你是谁？那她说她是同事。那我就说，我说现在他人呢？他说他喝醉酒了，在外面应酬嘛，现在不方便接听电话。你这边有什么事情啊？我说我家庭事情嘛，我说不方便跟你讲。我当时很气愤的。你没有告诉他你是谁吗？我没告诉他呀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是谁呀？因为当时的话呢，一下子可能情绪上面比较激动。对啊，我也没说这些。老师，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，作为一个老总在外面，肯定这种应酬是肯定有的。那天我印象很深刻，是跟资金方在谈一个事情。不好意思，老总，我打断您一下，您在广州创业多少年？有11年、12年了。也就是说，您跟老婆一共结婚11年，11年都是分居的状态吗？差不多。1年回家几次？也就1、2次吧。每次回家多久？就平时可能节假日的时候，大概3、4天吧。过年不能多待几天吗？过年因为公司确实很多一些应酬啊、开业啊，很多东西没办法，忙不过来的。好，您接着说刚才那个饭局的事儿。就是那个情况的话呢，当天我印象很深刻，我们跟资金方有好几个人一起去吃饭。但是我当时带了秘书，以及我们公司也有好几个小伙伴。手机呢，我当时正好也是放在那个桌上，调了个静音，可能喝了有点大。然后呢，秘书可能就看到我这个手机一直亮着的，亮着的话，他就接起来，以为是有什么急事。等一下。好。手机里面你老婆的电话号码存的名字是什么？名字啊。你的女秘书不知道你老婆叫什么名字是吧？知道啊。请问一下，接电话的女秘书有喊嫂子吗？有喊老总夫人吗？没有啊。您觉得接电话的秘书知道你的身份是谁吗？
他应该不知道吧？因为这个是确实在公司我很少聊这个家庭的事情，也许但是可能他也不止一次这种事情发生，就还有一次放暑假的时候，我带小孩一起就是想看一下他嘛。当时啊，不止他来接我们的，还有一个女的当时很热情跟我打招呼，又给我小孩买了礼物。那我当时我就心里在想，我说哎，怎么声音啊这么耳熟？感觉应该就是那天晚上接电话的那个女的。我就觉得她怎么知道我要来，还提前买好礼物？那肯定她告诉她的嘛，她提前备好礼物就是想收买我小孩嘛。那我就是怀疑他们有不正当的关系啊。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，那天正好有个客户在南站，我们正好呢去签份合同。当时我可能一个老总不可能盲目一个人去签这份合同吧，带个秘书过去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当时比较晚了，我就说正好小孩和我老婆过来了，那秘书肯定就跟着我一起，因为如果我直接下午送他过去的话，那我晚回来再来接你们肯定是不够的。当时也跟你解释了，你一直疑神疑鬼，疑神疑鬼，以为什么？秘书让他自己打车走不就好了吗？哪个老总会送女秘书啊？其实说实话啊，这么多同事跟着我们这么多年，从创业一直跟着我们的，基本都是兄弟姐妹一样了。那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作为哥哥去送啊，一些同事之间很正常关心一下。那男女之间哪里有什么哥哥妹妹之类的？那肯定有不正当的关系啊，是不是？行，我先不探讨这个问题。接下来你还有什么发现？有一段时间啊，小孩子这里嘛，不是经常会拿他手机啊玩一玩呀，是不是？我是无意当中啊看到的，他会有一些聊天记录嘛，但是那头像的话呢是女孩子头像，聊天信息的话呢也非常的暧昧，就是比如说约他到哪里吃饭呀，而且这又不是正常的工作时间，这大部分都是说6点之后晚上的一个时段。所以因为这些怀疑，你就杀到了广州是吗？好，是的，我差不多是2年之前来的吧。2年之前到了广州之后，其实相当于是把孩子交给了婆婆在带。到了广州之后，是一直在没有工作的照顾他，还是说进入到了他所谓的创业的公司？我是直接进入他公司里面的，就是因为我很多年了嘛，相当于也差不多有8、9年没有进入职场这一块嘛。对，那肯定跟社会脱轨了嘛。那我刚开始进入他公司的时候，会出现一点错误嘛，那他呢犯了一点点小错误，就当着同事的面对我大呼小叫。但是你一进公司又是查流水又查账目，我的公司跟合伙人一起开的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开的。你为什么去公司第一件事要查账？因为啊，这么多年来，虽然说他每个月是有打生活费给我们，但是啊，有时候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我说你这个月发了多少工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到了年底的时候，你今年1年下来到底是赚了多少钱嘛？以前他不跟你说吗？没有详细的一个数字，只是说，哎，我挣了一点点钱，一点点钱。他后面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文职工作，一份50万的合同，让他去做一下。他给我做成了一个500万的合同，还好我们当时发现了及时，没有流出去，在公司内部就搞定了。如果流出去的话，你想一下公司要损失多少钱，损失多大，这个利益是谁来承担？我承认是可能不够细心，犯了错误，但是他也及时发现了呀，并没有说造成多大的损失。那你回去后为什么又不给我做饭，还不让我上床睡觉，还跟我吵闹闹的？那你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对于公司新进来的员工啊都非常好？我就觉得他对我漠不关心啊。是不是？他从来不会说，就以前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也是，经常也不会关心我跟孩子呀，是不是？那他都不关心我们，那他妈对我小孩，我感觉也不关心啊。那包括我来这边了嘛，孩子现在就是爷爷奶奶在带。我2个小孩，一个的话呢是初中，一个小学，小叔子还有一个小孩也上小学，就3个男孩子。都是由婆婆在带，那他妈就很偏心啊，就偏心小叔子的儿子啊，不管是谁哭了啊，反正都是骂我大的，就说什么你要让着弟弟啊，他小啊，你这么大了，你应该懂事，你吃的也要让他，你玩具也让他你就是奶奶其实是有点偏心的是吧？是啊，非常偏心。所以你不放心他们在老家？是的，所以加上我小儿子啊，身体也不好，
因为也是爷爷奶奶他们就照顾小孩子不周到，就是小孩子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我就是要求他跟我一起回老家带过小孩，我并没有说婆婆不好啊，我就说我明白，我说我自己照顾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年纪也大了，我也能理解。所以现在你就是要求说他把广州的生意放下，跟你一起回湖南啊，对，回老家创业，再重新创业。对，我觉得我目前现在公司的事业发展得很好，还可以好好的发展几年，而且我挣的这个钱，我觉得以后小孩子结婚啦、上大学啦，我们或者甚至在广州再买房给小孩呀，或者是老家再建别墅啊，或者是干什么，我们都是需要很多钱的。你像我30多岁了，好不容易创业创到现在，有今天的发展，是不是？那我回家去重新创业的话，我要从零开始，我还能有今天的这种情景吗？我还有这样的生活吗？你有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你说你老婆既要又要还要，你现在能帮我总结一下，她既要什么又要什么还要什么吗？她既要回家带小孩，要我跟她一起去，又要过好的生活，又要把钱转发给她。那你的钱啊，你刚刚也说了，你钱以后干什么干什么，但是你多少钱你有跟我讲过吗？你的钱呢，公司有就是给你朋友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跟你朋友借啊都可以。你存了你的钱怎么不给我呢？对不对？你有多余的钱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存着？我存着也可以给小孩买房啊。我之前就跟你讲过，公司每年要到年底才能分红，而且分完红后，这里面有一部分钱是要留到公司来年去做发展的，剩下的钱才是我们2个股东来分。而且大概这几年有挣有亏，肯定都是有的。每个月的收入也是一样，我们是有高有低。我高的时候可能3、4万、4、5万也有，低的时候1、2万的有。我每个月生活费1万5都打给你们了。我说你在家里过好就可以了，你硬是要来掺和这些事情那个事情，不是？是不是？但是你每个月挣多少，到底分红分多少，他有权利知道呀。她是你老婆呀，你的任何一分钱是你们2个人夫妻共同的呀，对吧？每年我都会有大概的情况跟他讲一下，大概多少钱。因为确实啊，我身上是有一张这个卡，是一点钱，但是这个钱不多，我想积累多一点，到时候的话给小孩呀，他们去用发展啊，或者是结婚用的，是不是？说到钱的事情啊，他现在有钱了嘛，他不交给我，但是他拿着他其他的钱去外面霍霍，就比如啊，他的一个朋友借了他10万块钱哟，到现在都2年了，都没音讯。没音讯的话呢，还要来借钱。那我当时啊，我知道了之后，我就阻止他了。我就说，你这个朋友啊，你又没有说什么借条啊，你又没有任何承诺，你也没有任何合同形式的借款。那你这个朋友现在一直不还钱，那到时候打官司也打不赢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他因为这个事情啊，跟我吵架，还跟我动手，然后后面的话呢？动手了吗？是的，我抢了他手机嘛，我抢他手机不让他转，但是他后面啊也转过去了。哦，偷偷的还转了。这个只是一件事情，他朋友多嘛，经常朋友打电话借钱，今天借几千，明天借几万，而且又不是说借一次的这种，他有的朋友重复借，但是他就是老好人啊，就往外面霍霍呀。那我想着这个钱你借给别人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不能放我这里呢？为了这个事，我跟他吵了几次架啊，我都说了他头发长见识短。确实啊，我的朋友跟我是借了点钱，因为我这个说实话，朋友之间或者是他需要资金的时候，我会借给他；我需要资金的时候，也会需要挪过来给我。我最开始来创业的时候，都是靠朋友帮助啊，然后有了今天。所以朋友之间帮忙很正常，而且人家说了又不是不还你，他只是现在目前公司经营困难，后期会还我们的。还有一个我听说，有一些什么商务聚会，怎么回事？是的，因为他朋友多嘛，是不是？有时候项目也多，就是说我说你带我去嘛，去外面长长见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这么多年确实对于人情世故这一块啊，可能有欠缺。那你带我去学习啊，交流啊，对吧？他不带我去，我不是不带他去，我是真的不敢带他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敢带他去啊？我打个比方给你听，他交际能力太差了。我一个朋友上次是做外贸的，亏了50、60万，他当时听到了，他还跟他讲，他说之前听人家动不动是亏，做外贸亏了100、200万、200、300万啦，你这个50、60万没事啦，随便啦。你看，气得我那个朋友脸都绿了。当时我头没面子。好心啊，我只是想安慰一下他而已啊。你好心，问题是你这个社交太差了嘛，对不对？这话没什么问题。这话哪不对呀？后面我朋友就过来跟我讲，他说你老婆过来，感觉我亏50、60万少了，应该就多亏一点。当时我朋友跟我抱怨一大堆，
那要换你，你怎么说呀？像我的话一般嘛，我说做生意肯定有赚有亏，现在这次学个教训嘛，是不是？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翻盘来嘛，是不是？有啥区别呢？跟你老婆的话术？他说我的意思可能就会让别人以为说亏50万少了，应该亏100万。他这个是其中之一了，还有一个是有一次我们在宴会上面，我们几个朋友当时欠了我可能几万块钱，他直接跑过去找我那几个朋友问，哎，你把那个钱赶紧还我啊！你为什么还不还我们钱？这个钱赶紧还了，你搞得我朋友对我好没面子，我好没面子的，真的是。那你要面子，这个钱啊，属于我们夫妻共的财产嘛，那你不好意思去要，那我肯定要回来呀，是不是？那你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我说了好多回，现在条件好了，你没事，你不要去掺和这些事，你去买包，做做美容，做做理发，多好啊！我带出去都有面子嘛。我是舍不得，我这个人很节俭的，你让我花10几万或者几万块钱花在那个外表上面，我舍不得。今儿来我们节目，想让我们怎么帮你？有什么要求？女生说。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啊，要求他跟我一起回我们老家那边创业。如果他不同意呢？如果他不同意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过了。我希望老师们能劝劝他，他要回去带小孩就带啊，留着我在那里拼搏。我挣几年钱，把钱挣够了，我肯定会回来。反正那你钱是挣够了，你的家没了呀，你小孩子对你也没有感情啊。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回去，对吧？你说要挣几年，你给我一个具体数字。至少我肯定要手上有个几百万嘛。几年？5到10年吧。5到10年啊。那5到10年，现在我们这个那5到10年小孩子都不需要你的陪伴了。好了，5到10年知道了。来，接下来我们问问今天同样来求助的严先生和张女士，你们听完他们俩的这个争执之后，你们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就感觉这位老总他有点拎不清远近，感觉他的哥们儿啊、他的面子呀、他的女秘书好像都比这个家庭、他的老婆好像更重要一点。哎，真巧，我也有同感。为什么不能在广州共同生活，既能满足家庭团聚，又能保证工作的发展？因为现在的话啊，广州这边消费水平啊，包括教育条件啊这一块要很大的开销。我们现在没有买房，也买不起房，所以也就是你的钱并不能够足够支撑你们在广东更好的生活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是的。我会觉得你们两个各自都想要过各自的生活，11年的夫妻，一直没有考虑过如何团聚的问题，从最开始结婚就没有考虑如何团聚，那可能各自心里都有一些小算盘，到底小算盘是什么我不知道。可是我只知道是，如果夫妻真的想共同生活在一起，想让这个家的氛围更浓一些，他们一定是拼命的都想在一起。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租房子，特别是刚刚开始打拼的夫妻，租房子都会在一起，因为他们认为家比其他的更重要，他们认为家稳定过后才有更多的拼搏的动力。但是你们两个从来没有考虑过，如果你会认为没关系老公，我愿意陪你吃苦，因为现在你的能力没有那么多，你可能收入并不高，那好，租房子带着2个孩子，可以租大的呀，广州租房也不贵的，带着2个孩子一起在这儿住。你现在所有心思全是在看你老公，你觉得男人看得住吗？男人永远看不住，抓一个人永远抓不稳。所以妻子，你来自己好好考虑一下，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一个家的完整性，还是要的一个听话的男人？如果你要一个听话的男人，我刚才就告诉你了，他不可能离开那个工作，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。我自己也创业，我绝对不可能把我的手机拿给我的助理让他去接，因为我手机里边有我不能让我助理看到的东西，我的助理是绝对不敢碰我手机的，这是做老总的基础。所以这就是我说的，他没有那么强的能力，他没有办法回家去创业，回到你们家乡他创不了业，他做不了，因为他得靠别人去配合他。最后的生活是由你们来选择，如果你们依然选择一个要去抓，一个要去跑的话，你们的生活就会过成我们叫追逃模式，一个追一个抓，最后干脆散架。刚才说那个借条的问题，其实借条那个问题现在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。你借钱不一定非打借条或欠条，其实你在转账的时候，它都有备注，转账记录啊，有备注，你备注上写上，基本上现在法院就认的。但是什么时候归还，归还的时间，这必须得要确认吧？这个还真是一个好问题。其实咱们写，如果真要是借贷打条的话，不要写时间。不写时间的话，它是没有时效的。对哦，你过10年8年都可以要。如果你一旦写上期限以后，那么到那个期限，现在时效是3年，
到那个期限，你必须在3年之内要，超过这3年完了，你就没有机会要了，超过作用时效了。所以说不写这个归还时间，反而对我们债权人是有利的。然后我说感情方面，我有点不赞同咱们这个女方，你非得要束缚她。我和周老师一样，你束缚不了。她在那儿至少是有她的圈子了，她在那儿她创业好，不管她挣多少钱，她不会回去的。那这一点我和周老师特别像，就是你一定要带着孩子来，你就记住了啊。如果按照现在男方说的，你回老家带孩子，他在这边，你们的婚姻早晚要解体。所以说你只能带着孩子去那边去陪他，但是一个前提条件是你要做到什么呢？不要参与他的社交，你有自己独立的在广州独立的圈子，你自己干你的，不要去他公司，他肯定是反感的。夫妻店对这个员工对下属来说也是不友好的，你会耽误他的。那从男方的角度来说，我认为啊，你还要继续努力。我一开始我想站在你的角度，对吧？我说我在这边创业了，你凭什么让我回家？但是刚才周老师这问完以后，你并没有在那买了几套房啊，我一直以为你在那至少可以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啊，那你这块对吧？你是不是要向老婆孩子倾斜一些？你自己说你在那打拼，我认为你还真是你在那潇洒。咱们客观讲，一个男同志对吧？一年你回家2、3次，你长期在这块他有合理的怀疑，所以说你们在一起，对吧？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，然后你再去打拼，你有动力，你要在这儿买房子，然后把孩子户口迁过来也好啊，或者是其他的，对吧？还是要在一起。异地夫妻如果超过几年以上，其中一方有问题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我觉得他没问题才是个新鲜事儿呢。你们的夫妻之间的问题早就出现了。因为异地夫妻怎么能过下去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，就是我们1有共同的人生目标，2分开有归期。他刚才说了一个数字，5到10年，你也真敢说呀！5到10年，你们家老大是不是该谈恋爱了呀？那个时候你回去要干嘛呢？让老大给你养老吗？你还不如告诉他，对不起老婆，你别等了，我这辈子就在广州待着了。但是我又不能这么说，因为我这么说了，你就得带着孩子们来到广州，天天紧盯着我又不想失去现在的自由。所以其实说白了，一个没有归期的男人只能给你开一些空头支票。你提出那个幼稚的问题，你觉得这个解决方案它能实现吗？啊，你广州全都不要了，你想什么呢？所以我目测婚姻近几年之内会解体的，要不然就是一直是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下去，过也过不好，分也分不掉。那么我觉得对于陈女士，我有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给到你，你现在要尽快的把注意力转移回到自己的身上，因为你确实这儿有点空了，你都没有办法关注到你应该关注的事情上。不是说去花几万块钱搞自己的衣服、买包包、做皮肤，不是。我觉得你要用知识武装自己。当你有一天学了一个新的技术，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，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，以及你自己都可以去创业的时候，你看他回不回来？所以人不是靠追、靠看、靠管、靠求回来的，是靠吸引回来的。就是那句话，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我顺着沙老师的话往下说，如果现在你以这种状态，然后留在了老公身边，所谓看着他，然后就能使你们的婚姻关系继续的话，我只能告诉你，适得其反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内心很恐慌。我为什么说你慌？就通过一个细节就能感知出来。当我老公的电话在深夜里是被一个女的接的时候，你亮明身份的意识都没有，你内心你不敢去很强势、很有底气的说我是他老婆，你是谁？现在马上叫我老公接电话，你不敢，因为你家里的收入靠你老公，你对他所在的这个场景一无所知，来了就查账，你能查到什么？多慌啊！你也知道，其实你跟你老公之间的问题很大，
再通过一个细节，一个你老公的朋友敢和你老公说你老婆怎么这么不会聊天，他哪来的底气？一个底下的员工很镇定自若的，他应该知道你大概是谁，你有什么事情我转告他，他们的底气多强，你多弱。此时你一个弱者的姿态在他面前出现，你所有的行为都是错的。所以现在我倒不建议你们马上在一起，先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刚才莎娜老师说的，怎么自己能够独立的走出来，能够不靠任何人的，咱们把胸膛挺起来。他的事业没做多大，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，没有他吹嘘的那么棒，对，他没有这个资格这么看低你。先生，做多大买卖啊，还有秘书，金融这一块的话要撑个面子吗？对吧？但是咱别打肿脸充胖子，咱别不知道奋斗了这么多年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，初心是什么，别跑偏了。你现在已经在跑偏的路上了。这么一个老婆在家里含辛茹苦的照看你们的孩子，把2个孩子培养的还不错，他图什么？我们做人真的不能忘了初心，自己可能会被外面的花花世界所迷惑，然后再有所谓的自己的公司，有合伙人，我做金融的，然后我还得有秘书。你觉得到最后真心实意为你好，真心实意你能靠得住的是谁？心先回来吧，咱们先不谈未来在哪儿去发展，在哪儿都可以，只要心在一起，对吗？好好跟他聊聊吧。我想从2个方面去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，听完你们讲述，第一个方面叫共生，第2个方面是教育。先说共生，我觉得你们俩不熟，在这么多年的婚姻当中，你们并没有对这段感情付出多大的时间成本，所以你们根本不知道对方向自己提出要求的背后真正的需求是什么。现在表现出来的你们的婚姻关系是一场共生，但这个共生话语权更多的是在男方这里，女方已经没有什么话语权了，甚至当你一说话的时候，你会被排斥掉，甚至会被淹没掉，因为你们2个人没有在这个关系当中保持一种平等的精神上的共同成长。一方面是依赖，一方面是反依赖。依赖的人最不根本的底色是什么？你怕被抛弃。反依赖的人其实他只拿出了20%左右，我这都夸大了，20%左右的精力放在了和你之间的关系上，剩下的80%他要寻找他的自由，寻找他的空间，寻找他的发展。他怕被你的那种依赖吞没掉，所以他拒绝你到他的身边来。刚才所有的表达其实背后都是这样，你来了，他的生活乱了。但婚姻的底色是什么呀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等价交换。你没有价值可以和他完成这样的一场交换，或者他看不到你的价值。你们这个婚姻其实看起来是个婚姻，其实它早已经是名存实亡。最好的婚姻状态是什么？是比肩同行，共同成长，回到同一高度。我再说教育，你们把孩子放在老人身边，中国孩子当中出现最多问题的往往都是隔辈儿带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隔辈儿带养的过程当中，角色出问题了，角色是混乱的，家庭秩序是混乱的，孩子不像孩子，奶奶不像奶奶，奶奶是在妈妈和奶奶的角色当中来回摇摆，孩子是在儿子和孙子的过程当中来回摇摆，这慢慢在长大都会出现很多问题。他找不准自己的角色，也表达不出需要，也更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该是什么。所以我不为你们俩考虑，只为了孩子，你们要把孩子接到你们自己的身边来，这样他能找准自己的角色，不至于在隔辈带养的过程当中出现其他的问题。老人能给孩子的是衣食冷暖，让他吃得饱穿得暖，但精神上的滋养给不到，这只有父母可以。接下来你们2个人和我们第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，坐那儿好好想想大家刚才跟你们说的话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有请我们第2组嘉宾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严先生，31岁，来自辽宁，自由职业；张女士，31岁，来自黑龙江，餐饮店老板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？
他追的我，追到手了之后，他翅膀就硬了。别人都是想尽办法的粘在一起，他倒好，是想尽办法的要跟我搞异地恋。工作的时候他是我领导，生活中他也总想领导我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更适合距离产生美。你对另一半有什么不满？他看着挺老实，但他老爱招惹小姑娘，他主意还特别正，总爱自作主张，然后还总把事情搞砸。我俩谁也不服谁，他控制欲特别强，总想压我一头，把我变成气管炎。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，参与互动，赢取惊喜好礼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哎，你俩什么工作上是你的领导是啥意思呢？对，我们是21年，然后在北京的一个 4S 店里面认识的。当时我就是他的直属领导，他就觉得我特别好，然后从一开始就开始追求我。追了一段时间，我就觉得他也挺不错的，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了。刚在一起之后，他就闹着要离职，就说为了我着想。那不就是怕影响你升职吗？可是我跟他说了没关系的，我是他的领导，然后对这方面我更知道呀，我就知道我马上就要升为管理层了。等我升为管理层之后，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们俩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最后他越过我，直接找了我的上级，然后去办了这个离职。那我找你说了好几次，你不是不同意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能听我的呢？他就总是这个样子。那最后离职了？对，就离职了以后，离职了之后，在北京就开始找工作，2个月的时间没找到工作。我这边还给他加油打气呢。我说你再坚持坚持。然后他转身，他跑到天津去了。我说你去天津干嘛？他说他天津有一个亲戚给他介绍一份工作还不错。他说他父母还在天津。我2个月没找着工作，我也着急。好不容易有个朋友给我介绍工作，我就去了。天津的工作也还不错。你要是说你着急找工作，在北京我也可以给他找工作呀，他又不用，感觉他非得要异地恋一样。那时候我俩才刚在一起半年，希望天天腻在一起。他倒好，这一个公司不是不说，现在一个城市都不是了。那你是又怎么开起来餐馆的了呢？我俩在一起第2年，然后我爸爸就突发脑梗，当时就完全不能自理了。他二话不说就直接从天津赶到北京来，然后就跟我一起就是照顾我的爸爸。然后我当时就很感动，我就觉得我俩感情也这么好了，然后我俩就一起买了对戒，然后吃了一顿大餐，然后就把婚给定了。然后我就为了他，我就把工作都给辞了，然后我就把我父母从19年经营的这个餐厅，然后就接管过来了。那也不是为了他吧？就为了我们。因为我们2个都已经订婚了，我就想着说有这么一个餐厅的话，我们2个可以在北京里面一起奋斗了。他在那边的工作也不是说多么固定。他是为了我，他为了把我留在北京，留在他身边，他要领导我。那我当时也跟你商量了，你也同意了呀。结果他在身边还给我出幺蛾子，天天跟那些女顾客就开始臭贫，就没个正形。我3令5申的，我告诉他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会生气，我会吃醋，我就直接跟他说了，他还是不听。我跟那些女顾客唠嗑。是因为他们都是附近的住户，我给他们推荐咱家的菜。那餐馆从19年就年年赔钱，那我不就是想提升一下餐馆的营业额吗？我有啥错？提升营业额的方式有很多种。他给女顾客送菜，你送1道2道我不说什么，他有一次直接送3道，就一个女生自己来的，他送3道菜。他不答应晚上还来吗？他从来不给男生送1道菜。我认为是女生比较爱说话，也爱说什么，就是介绍个朋友来，男的喝完酒喝2瓶啤酒扭头就走了，没啥用。要是我进一个餐厅吃饭，然后这老板就一直跟我嘚说话，还各种送我菜，以后这餐厅我再也不来了。我觉得这老板有问题。对，相反，不务正业。相反，如果一个男的到这儿吃饭，这个男老板老给我送菜，我还得来。对，那姑娘晚上来了吗？没来。所以后来他在餐馆干了多长时间呀？4个多月，不到5个月的时间。就有一次我特别生气，我白天我心情就不好，然后到了下午快晚上那会儿，有一个姑娘过来吃饭，她就跟人家就是逗人家开心，就我看她也聊得特别高兴，我就很不高兴，我就过去之后我就跟她说，我说你别跟人在这臭贫了，我说你这个店你能待就待，你不能待你就马上走。那我不听你的了吗？你这会儿听我的，他转身他就真走了。他说我有病，说我大惊小怪，我以为他只是出去生个气。再打电话说他已经到天津了。我在天津有工作，是你让我留在北京的，我才留的。所以现在就一直在天津呢，哈。对。所以你为啥非得把他拴在身边？北京、天津离得也不远呢。我就很讨厌异地恋，然后我就说有这个方法，我在很努力的就辞掉自己原本的工作，然后我说咱俩一起经营这个店。你干啥要辞啊？那不就想着跟他在一块儿吗？你跟他商量了吗？经营这个店他是同意，辞工作没跟他商量。他跟我商量只有2种结果：第一我同意，第二不顾我的意见。
那就叫通知，不叫商量。哎，你对他是有啥不放心的地儿吗？我俩第2次异地了之后，有一次我看他手机，看见他抖音还关注他的前女友，还给他前女友视频点赞，我也没吱声。但是没过多久，我发现他们的微信居然还有在聊天。我当时看见这个东西，我就特别的生气。我内容我都没看，我直接拿手机就去找他，我说：“这是你前女友吗？”他把手机接过去，就把那个聊天记录给删了。他说：“我看错了。”你这个操作也是，这个我承认，当时我就是慌了。他呢，不光是我前女友，就是我自由职业嘛，我有一些艺术品收藏的渠道呀，我偶尔就是他给我一些货，我帮他卖。然后呢，就是为了增加自己收入嘛，处理过他的一些藏品，但是他没给我结钱，他说他手头有点紧。这事儿我就根本就不敢让他知道。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，就是朋友聊天，我跟他说过这个人的名字，特别巧。他呢，跟他母亲的名字一样，前女友的名字和跟我妈妈的名字是一样的，跟我是一个姓。就光这么个事儿，他有的时候不爽，我根本就不敢让他知道我们俩聊什么。其实什么都没有，我打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们两个都没见过面。就是聊过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但是我根本就不敢让他知道。你聊工作上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敢让我看呢？我不就怕你多想吗？你肯定是有问题，你才删了他。所以这个让你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对，他不仅跟他前女友，就是你们刚才也能感受到，他就是虽然长得老实巴交的看起来，但是他就是不管是几岁的小朋友，还是说是他的什么女顾客，也能被他逗得特别开心。然后他的女同事也是，就是有一些什么八卦，有一些什么东西都爱找他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过，我说别的我不要求，我就有一个雷点，你别踩。我说我不喜欢你给那种异性发那种可爱的表情包。我说你长得这种那些表情包都是你发给我，我觉得好我才收藏的。啥样的表情包呀？我也带截图了，我们看看。你看，我是他女朋友，跟他撒个娇，这完全可以啊。但是他一个男生长得5大3粗的，给姑娘发这种表情包，你也说我5大3粗，就我这形象，我想发生点啥，那女孩都不干。那怎么那么多姑娘喜欢，又找他吃饭，又想着给他送吃的的，天天一吃东西就叫着他，自己家做饭也叫着他。我做销售的，我就好交个朋友。然后那个我们呢就想说，通过一些新的渠道方式拓展一下自己的客户池。就有一天晚上下班，我说那咱们一起吃个饭吧，商量点事儿。他特别小心眼，我都跟他报备了，铺垫特别好，我怕有一点插头。然后那天意外来了，我跟朋友唠唠嗑，叫2个女同事。那这个事儿他本身就抵触我跟女同事就是吃饭呀、聊天什么的，我就没敢跟他说。巧不巧，他就那会儿玩了命了，就要给我打视频。那你到点了，你说好10点给我打视频，你10点都不到了，我肯定担心你啊。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就不行，就非得在那接。然后一接一看对面有2女的，那2女的他还认识，还有一个跟他不对付，立马就炸锅了，一宿就跟我吵吵一宿，就告诉我在天津就待不了了，就得回北京，就得在他身边接受他管辖领导。就是他也说了，我的雷点他是清楚的知道的，他就是在我雷点上面，他就不去真诚的去跟我沟通或者提前报备。你俩对未来有啥打算呢？我是想着26年结婚，因为其实就是像他说的，我这个店儿是有亏损的，让我家里有点负债，我就想着说是25年1年努力，然后把负债都清了，然后26年我俩就是轻轻松松就去结婚。他又有自己的主意，他就不干，他就非得说每个月要给我打点钱，然后说替我还这个负债。但我就感觉我本身也是他的女领导来着，然后现在他又要给我钱，我就觉得像是他养着我那种感觉，我就很不接受这件事情。男的养女朋友那不很正常吗？可是我就是觉得这个负债是我家里的负债，我就应该自己去把它给结清了，用这样子的姿态去跟他结婚。后来他就说什么，他说你是不是因为没房子没车子不跟我结婚？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不是，我说房子车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安全感，我的安全感就来自于咱2个人的挣钱能力。他听进去了，他转身他找他那个河北的朋友，就不知道从哪儿整了40万，跟人家开了4家民宿，钱现在全套进去了。我说现在好了，这以前我自己一个坑，现在咱俩1人1个坑，那不正好了吗？咱俩都有坑就结了呗。你听我的就不会有坑，他就是不听我的。我想问一下姑娘啊，你除了债务的这个问题，说想要拖延一下婚期，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是在拖？还有，其实我会感觉我俩现在的状态，包括他对我的感情，好像没有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浓烈了。就举个例子，就是像我有喜欢盲盒的这个爱好，就是当时我其实就是自己就是一个一个的买，然后就奖励自己是那种。结果他知道了之后，他就会给我端盒，然后就会给我家里都买了1墙的那种盲盒。然后我是每年有一个就是解锁一个新的挑战的那么一个习惯。然后我那年是告诉他，我说我要蹦极。
他自己偷摸去买的婚纱，然后我们两个是穿着婚纱去蹦的极，就特别的浪漫。这么浪漫，穿着婚纱蹦极啊！他这个体重蹦极还挺挑战。对，但是他现在，我今年告诉他，我说我今年想要去跳伞，他说他去不了，他说不行，他说他惜命，我就会感觉他前后的落差太大了，就感觉他现在心不知道在哪里。蹦极为啥能去，跳伞不去呢？那会儿没那么胖嘛，你看衣服也现在都穿不进去了。对，他现在身体健康的这一块他也不注意，我就跟他说，他现在确实比之前胖了也不少，他当时也是胖乎的，但是他特别健康，就陪我去爬香山或者爬山什么都没问题。他现在上个楼他都喘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得减肥了，他就不同意。我说你吃上你得管理一下，以前都是自己做饭，现在也不自己做饭了，开始随便吃东西。那不是现在没有功夫吗？我现在真说有点闲时候，我出去跑个网约车，一天挣200来块钱，我1个礼拜生活费都有了，我能吃1个礼拜外卖。你再没有功夫，你自己的身体你肯定要注意的。就是我一说他就说我磨叽啊，说他怎么样，我就觉得我就算当个坏人，我这方面也得去盯着他。所以姑娘，如果说你嫁给他这事儿打个分，满分100分，你有多少分还想嫁？83分吧。哎，为什么83呢？就是心里第一时间蹦出来一个数字吧。哦，哎，那先生您呢？100分您打多少分？ 180。满分是多少啊？满分100吗？不给180。满分100，我打180。就是他特想结婚。对，我就是挺可爱的，我是100个心眼子想跟他结婚。啊、那你就能不能多听听我的？行吧，太可爱了。你们俩今天想让我们怎么帮你们？我就希望在生活当中他能够多听听我的。他就是要别人听他的啊！就我在工作上能领导他，我觉得我在生活上也可以领导他。如果他要是服你的领导，你就觉得这个83分可能还能往上涨一涨， 对吧？对啊，我就希望他能尊重我的选择，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。说白了就是我不想被你领导，对吧？我翻译的准确吗？对对对。还有就是他那些异性朋友们的那种相处方式，他答应我的什么事都没有，你答应我的事情要做到，你说不发表情包你就别再发了就好了呀。他的表情就是被领导训斥了之后，也不敢还嘴儿。行，我们先问一问那个文先生和陈女士，他们俩的事儿有啥想要劝他们的吗？其实我觉得他俩的情况跟我们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至于异地恋其实我个人的感觉，异地恋并不能产生美。异地恋的话呢，只会让两个人越来越远，矛盾只会越来越多。所以我建议的话呢，还是希望两个人在一个城市打拼吧。我觉得兄弟我喜欢你个性，与你产生美。你不是等会儿，你俩是要在台上结拜吗？你这距离也没产生美啊，对呀，距离产生矛盾了，还距离哪儿美了？而且你这距离家都快散了，你一会儿你老婆都不知道出不出来，还在那美呢，你是挺美的。行，来，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对你们两个人有啥建议啊？来，周老师，我说姑娘，你太要强了，你要强到你根本不是去感受爱，而你只是去感受标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爱我的男人给我钱就叫养我了，但是我只知道在婚姻当中，两个人就是彼此有难的时候彼此互相帮助，这可能是一种爱。但你没有看到啊，你要的都是我自己，因为你得听我的，你不听我的你就是不爱我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都听你的，就不可能有那个浪漫的婚纱蹦极。我觉得真的好的爱就是我要用我的方式去爱你，而你能欣赏我爱你的方式。你只是想要一个能够标准化在你身旁的人，就像那个开的盲盒的玩具一样，他们只是没有生命的玩具，他们只能摆在那个地方任你摆放。但是爱不是，爱就是流动的，他可以今天用这样的方式惹你生气，但他明天会用那样的方式惹你开心。今天他可能做了让你觉得受不了的事情，但明天你会发现你们还是相爱的。所以我觉得你不爱他，你既然不爱他，那你不如放过自己，因为你想要的那种爱永远不可能存在，没有一个人100%永远听另外一个人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100%正确的，这就是世界的标准。其实爱他，我是爱他的，就是他很多可爱的地方我都能看到。你不爱他，你爱的是他听话的，他符合你标准的。是我身上有一些独属于我自己的点，我希望这些点是可以被人尊重的。你那些不是你的点，是你的标准。而你的那些标准是束缚了你去感受爱的。我觉得爱就是一个感受，我感受到他给到我，我感受到他可能害怕惹我生气，所以他做了那些举动，
他那些小举动让我看来他就很可笑，但是他还是接了视频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其实对我来讲，他是愿意坦荡的，他能够透明的呀。他如果真的有隐私，他不接了呀。4年了，你们异地3年多，快4年时间，他想干嘛早干嘛，他为什么非要跟你结婚呢？同样男生，我也想跟你说，你刚刚说他就想领导我，你问这结婚的人，谁不是被谁领导？这也是一种爱，就是我愿意被你领导，你随便怎么领导我，我愿意看到你这种生气的模样，我还会愿意逗逗你开心。所以如果你们两个愿意爱的话，我觉得明天就结婚呗，无所谓，因为那你本身就在一起，结婚就是一个证而已，那个证你想要就要，不想要不要，但是爱永远不需要用证来证明。哎，我太喜欢你了。如果说有这样的同事的话，你整个公司的氛围都不一样。如果说你要是到我们所里边，我们现在是3个办公区，我们现在希望我们都合到1个办公区，你就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就可以。真的，你这一点真是可爱。当时你是领导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喜欢他？可能就是他今天这个性格。你们在一起干饭馆的时候，他和其他的异性去联系，对吧？这也是他的本性，他去哪儿他都这样。我感觉你改变他，可能就把他身上最大的优点给抹灭了。如果说你当时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性格啊，我和这个先生都喜欢这性格，你也是因为这性格你喜欢他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去改变他，因为你当时就是因为你是领导，他的性格吸引你了，你就得接受将来他这个性格继续保持下去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异地的问题，男方那就想跟他在一起，那你俩必须得在一个城市。我最后说一个法律问题吧，毕竟我是律师，是吧？那你们这里边包含那个法律问题，就是在没有形成夫妻关系的时候，可能有财产的混同，这个词儿又来了，对吧？那如果真要是因为这种最后没有在一起，那你看他替你着想，你替他着想，我们把这个所有的钱都放在一个池子里边，那这个是很麻烦的，这个是叫细产了，它不是叫离婚分割财产，它是细产，是非常麻烦的。那个时候就是谁付出的多，谁就吃亏了。还好你们俩现在没有去考虑到这么深的层次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些情侣还是要考虑这一方面的。大家恋爱的时候，感情特别好的时候，那都没问题。但是一旦万一有家里边的参与啊，或者有其他的问题导致没在一起，那一下就变成仇人了。其实对你们俩来说，我的第一感觉我还是挺喜欢你们两个人的。我觉得两个人对于感情是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的，就是他们都清楚自己要什么。我觉得这个还挺好，明白自己要什么。但是我也能 get 到女生对于男生的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憎恶的那个点，就是我明明告诉你，我已经告诉你了我的底线在哪儿了，原则是什么，但你一破再破，一破再破。那姑娘既然能被破的，就不叫底线。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一直在要求说这个男生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我觉得在恋爱的过程当中，很多女生会混淆，会觉得你听我的就是爱我的表现，但是你不知道有太多的人当面一套，背面一套。如果你一直是用你是否听我的话来作为判断标准和衡量标准的话，那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永远能听一个人的话。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能听你妈妈的话吗？也不全听，不就完了吗？所以这个男人跟你毫无任何的血缘关系，只是在一起了3年，他凭什么要完全听你的呢？工作上受你领导，是因为你真的是领导。但如果你把工作和生活都混为一谈的话，你们两个人没有任何的乐趣了。如果你爱他，是因为这个男人愿意服软，愿意被你领导的话，那你可能爱错人了。我觉得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我们要谈恋爱，我们要工作，我们要结婚，我们要生孩子，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人生当中的一部分。如果你必须要把它放大，放大至你整个生命的话，那这个事儿一定会出错的。我说2个关键词，一个是自信，一个是尺度。自信主要说给女生听。我在家里，我通常管我们家那位叫领导，基本上事儿也都他定，但实际上他知道我是他的依靠。所以真正的自信来自于什么？不在于说谁听谁，来自于实力。我认为女孩在这段情感当中不够自信，因此你希望我就是你的领导，
你不要去别的公司，我领导你，你就要在我身边，我们一起做这个事业。哎，我能领导你，你不能跟那些女生太过于的近啊。其实好像是种管控，但实则都在反映你的不自信，你都不敢去接受他充满爱意的馈赠，爱意的表达。你为什么那么不自信？为什么那么怕失去他？为什么那么怕被他看不起？相反，他还蛮自信的。我辞职我就辞职，我不想在你底下做，自信啊。所以在情感当中他是很自信的，所以他比较松弛感，而你比较紧，这种状态是不好的，不对的。男生啊，这个分寸和尺度一定要把握。你的幽默，你的性格，甚至于你的外在，整体都会给人好感。但如果一旦过度了，尤其是在跟异性之间的这个相处当中，咱过界了，不仅女朋友会不舒服，那个异性也会不舒服。就如同你送了3份菜的那个女生再也不来了，因为你好像是一种善意的，甚至于是一种无害的一种表达，但是在对方解读为你是别有企图的。所以说在所有的社交场合当中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分寸感啊，过度了可就不好了。而在你和你的恋人之间，有的时候你也有点过度，过于的强调我可以离开你，过于的强调我不受你掌控，你明知道他其实缺乏自信，但你偏在这个点上去挑战他，以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和位置。虽然你可能不是诚心有意而为之，但是你的习惯啊，你的可能那种自在的松弛感过于松弛了，人家本来就紧嘛，所以一下他就会有不好的感受，这也不是你的本意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们俩挺好的，调调吧。我挺喜欢你们俩的，让你们两个人这你来我往，给我一种什么样的即视感嘛？我觉得特别像一种游戏，叫打地鼠。一个人拿着锤子使劲砸，另外一个冒出个头就躲起来，冒出个头，然后这是一个你来我往，但是又彼此吸引的过程。但是我会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，如果想要未来的时间能够很长久的话，首先你们两个人不要捆绑在一起去做一个宏大的目标，做一件事。因为换一个角色讲，女孩，如果男生是用你现在这种一本正的姿态，时时刻刻的去管理你的人生的话，你会不会想跑？你也会想跑。两个人的人生不是捆绑在一起，你就会有更宏伟的发展。恰恰相反，很有可能因为你们两个人太重合了，到最后就变得空间很狭窄。但是有一点，你是可以随时跑，但是你要定点回。就是你们之间要有这种默契的节奏，你知道他几点走，你也知道他几点回，你也知道他去哪儿。你可以时不时的让自己出去透个气，但是他是核心点，他再跑他会回到你这儿来，所以你就安心的去做自己的事。你如果真的希望你的快乐是很持久的，稳定的这个不是他给你的，是你把自己稳定住，稳定的去做你想做的事，稳定的去看到你想要的发展。既然适合做打地鼠式的夫妻，就不要老想着我们联手去创造一个商业帝国吧。那接下来呢，两组嘉宾就要先回到转门后面思考一下到底是否要出来。那我觉得给我们的第一组嘉宾要有一个出来的条件，是否有归期。这个归期可以是男方回去，或者女方就来带着孩子搬到广州，就是它是一个归期，未必是现在。对，要有一个但是有一个规划。如果要是有的话就出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咱今天不出来，好吧？感谢两组嘉宾来到节目，现在请先回到转门后。来，我们准备揭晓答案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商量好了。咋商量的？决定了，他说回去马上就买房子。你都在哪儿买啊？在广州啊。孩子呢？孩子接过来上学吧，毕竟我们也结婚这么多年，确实也是不容易嘛，在一起还是有感情的，还是舍不得他的。这是你的想法啊。我问一下女生，你去了广州以后要干嘛？我觉得还是不能跟他一起工作，因为工作的话就会矛盾更多。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好嘞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浪漫30秒，好好抱抱对方吧。
哎呦妈呀，异地9年真不容易啊！好的，请亮灯，祝你们一切如愿，生活越来越好。好，谢谢老师们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再见。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一下严先生和张女士他们2人的结果了。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，如果您有法律类的问题啊，欢迎大家给我们发私信，我们节目有强大的律师团队，可以帮您在节目上答疑解惑。来吧，我们看一看这个小年轻他们2个人怎么选择的啊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，参与互动，赢取惊喜好礼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你看这领导那样你们刚才听我们说了那么多，有啥反思的地方吗？我觉得我回去之后可能也要调整一下自己，多多的经营自己，做好自己的店儿，然后也把自己打理得更好一点，然后也不那么的去揪着他的各种小地方去放大它。对于婚期有啥商量的吗？尽快，还是想尽快。对，尊重女生的意愿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们，一起进入浪漫30秒。行了，别给我们撒狗粮了。非常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啊，祝你们幸福。如果有好消息了，记得跟我们节目组说一声啊。一定。好嘞，就这样吧，再见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同进入婚恋新说法。我俩订婚快1年了，他给我过了15万的彩礼，但至今他都没有结婚的打算，对我很冷漠。我不想和他结婚了。他让我把15万彩礼还给他，可是他给我的15万，再加上我自己的20万，我付了我们新房的首付，房子是我的名字，贷款也是我还，后续装修家具、家电、采买等等都是我出的钱。如今他说不结婚就把15万还给他，我应该还吗？明明是他一直在耗费我的青春，我不甘心，也不想还钱，请帮忙分析一下。姑娘很遗憾，你需要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，以下3种情况呢，男方是有权利向法院请求返还的。第一种就是没有登记，第2种就是虽然已经登记了，但是没有共同生活。第3种呢，就是男方给了这个钱以后，导致他的家庭生活困难的。那么很显然呢，我们属于第1种。但是啊，我们的特殊情况在于我们跟他共同生活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司法解释就来保护我们了。最高人民法院呢，关于审理彩礼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，他就说了，如果我们没有登记，但是共同生活了，只是返还一部分，那么需要考虑3个因素。第一个因素呢，就是你们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。第2个因素呢，就是你们在共同生活期间有没有孕育情况。第3种就是过错情况。很显然我们属于第1种，那么我们共同生活了1年，所以说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是返还他一部分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，也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